为什么中国官方抢劫价值600金币的教堂财产，却敢于只给60金币，甚至还期待神父们对这60金币进行感恩？为什么合法调查在中国官场中几乎只是修辞？为什么地方官人人同情神父，却无人敢反抗，无人付诸行动去帮助神父？为什么妥协在中国文化中常被视为唯一的理性选择？为什么中国的制度永远无法为善意者提供保护？为什么中国文化对外来者的最终处理总是以驱逐而非公平审判告终？今天我们继续读利玛窦中国札记，这一章真正书写的不是传教士被逐出肇庆，而是一个社会如何在无规则、无责任、无连续性的权力结构中反复抢夺一切、驱逐一切，如何恐惧且非理性地对待不受控制的义务。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让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第14章，在肇庆的最后努力和传教士的被驱逐。人类的敌人无疑地是嫉妒基督教在肇庆取得的巨大进展的，是嫉妒未来获得更丰硕成果的期望的。他必定要以新的阴谋诡计来破坏这项新的工作的。我们不能详细谈论它，即使能够，也不值得谈。他自己干不了的事，他就留给他的爪牙去具体实现。这些爪牙是在肇庆的居民中间找到的，其中一些是来自知识阶层，很适合他的目的。这些家伙对我们和地方官的交往特别嫉妒，因为这使我们得到威望和声誉。因此他们利用新总督上任的机会，极力要把我们撵出我们的驻地。皇帝下狱，刚死的官员，其职务由邻近的广西省总督接任。他是南京省人，姓刘。这个人因迷信而胆小到这种地步，以致他不愿住在前任的衙门中，要等到把房屋连根铲平，并用府库中的大量金钱修造一所新的建筑。他害怕死了人的房子只会使他倒霉，所以他暂时退居到靠近广东省边境上的一个镇子里。地方官员都到这里来，按习惯去参见他的上任，其中有肇庆城的首席地方官谭君瑜。我们感到很难把他列入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新总督听人说起不久前修建的塔及其庙宇是奉献给一位值得纪念的官员的，这些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既然这样做是为了颂扬一位已故的总督，由官员们所促成，所以新任官渴望得到公众的荣誉，认为他也有资格在肇庆这样的树碑立传。事实上，作为我们的一个讲交情的敌人，看来很可能他决定了要在我们的驻在地为他建祠，至少这似乎是他在百姓的挑唆下给我们制造麻烦的原因。他到来后所发生的事情很可以得出那样的结论。在写给领西道的一封信中，新总督声称一些时间以来，他已经知道澳门的几个外国传教士住在城里，他们把打听到的有关中国的一切事情都通报给葡萄牙人。他说，传教士们继续耍弄新的花招和手段，来勾引无知百姓，利用谈话和书籍以达到那个目的。他们甚至把一个不用人接触就能报时的金属钟拿出来公开展览。按他信中所说，经过合法调查后，他确实掌握了这一切情况，并通知领西道，要他或者尽快地把他们遣返澳门，到他们的同胞那里去，或者让地方官把他们监禁在邵州城内，他们可住在那里的南华寺中。他补充说，当时有1000多名异端传教士都和那座特殊的寺庙有联系。领西道接到这封信时，他命令副长官代表他去劝神父们按命令到那座庙里去，而且他保证在总督任职期满时，他们就可以恢复现有的居住地。传教士们在答复中请求他对那些反对他们的意见进行调查，把一切如实地上报总督。他对此的回答是，他完全知道他们的无辜，现在一如过去对广州父老的案件一样，是极愿为他们辩护的，但他同样知道新总督的决心，反对他只会有害无益。利玛窦神父迅速派遣一名使者去澳门，向耶稣会教区的总视察员报告。他尽管没有直接卷入困难，但对那些遭到困难的人
却是同情的。利玛窦的意见是，暂时必须按所颁发的命令行事，遵照总督之命，要么把他们的住宅搬到指定的庙里去，要么搬到别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不会激怒总督。而如果他们还没有完全失去他的好感，那就仍有希望权且在别处获得一个适当的居留地，这至少可以提供机会再回来教会新入教的人，并且也许还有希望以后再恢复他们自己的驻地。然而总视察员神父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并指示他们千万不可接受另一个驻地，他们也绝不可请求一个，他们要尽一切努力保留他们现在的家。如果他们最后做不到这点，他们就应返回澳门。他说，别的地方还有劳动场所，他们能在其中尽自己的力，能更自由而更有丰收之望。利玛窦服从上级的命令时，提出了一系列申诉来进行辩护。地方官员都同情神父遭受总督伤害时的控诉，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决心胆敢去反抗一个如此有势力的对手。此人是个贪婪小人，一上任就开始向所有他能加以勒索的人去找麻烦，其中有跟葡萄牙人做买卖的中国广东商人，有一个他所图谋的受害人是名海盗船长，已经在几年前得到上级官府的赦免，现在是一个退隐的受尊敬的市民，并不伤害任何人。他因害怕新总督要对他再提出诉讼，便出于绝望而不是因为无聊，集合他手下的一群海盗，直接违抗皇帝的诏令，在南面的海南岛外重操抢劫和采集珍珠的旧业。利玛窦决定亲自去拜访这位仍在边境村庄里的总督，但总督听说有海盗在沿岸制造麻烦，已经前往广州，准备向海盗开战。当他途中在肇庆停留时，几个地方官员友善地把神父们的案子提了出来，而且他的回答态度使人相信他对传教士并无恶意，但他却不肯让他们保留他们自己的居住地。他满心惦念的庙宇的事，不愿改变主意。他被渴求声望的野心弄得心劳神疲。在整个事件中，要弄清楚官员们作为整体共同努力所提供的协助是有困难的。正在这时，他们有几个在北京朝廷的官员写信给领西道，要他向葡萄牙商人购买些紫色绸缎送到北京去。地方官员不想错过可以帮助神父们赢得总督好感的这个机会，就选择了利玛窦神父，而不是选择中国商人去给葡萄牙商人进行这笔贸易。利玛窦很受他们的欢迎，在他们当中很有威望。总督亲自替利玛窦的旅行安排了一艘大船和许多船员，并有一名军官和几个侍从陪同。他到达澳门时举行了欢迎仪式，因为百姓知道他和他的同伴们完成了什么功绩，以及他们遭到过艰辛的考验。这次旅行为解决好几个难题提供了机会。那在无声的信函往来中是很难安全处理的。有一个重要决定是被颠倒过来了，那就是如果神父们不能保留在肇庆的居住地，那就允许他们努力在别的地方另找一个。仅仅这一点就意味着为未来事业增添了新的力量和勇气。于是利玛窦在完成地方当局委托给他的任务后，就尽快地返回他的驻地。他返回时，他们友好地接待了他，而且为了答谢他对他们的帮助，他们便寻找新的办法来替他辩护。这时候总督的新衙门已经竣工可以住人了，但在他到来住进去之前，他向当地官员重申他的命令，把神父们赶出城去。官员方面则仍想对这个问题能有较好的解决办法，决定等他到达之后再采取行动。最后他确实到了肇庆，仍然决定要驱逐外国人。官员们这时提醒他说，这些洋人花了600多金币修筑他们的房屋，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了。他们说这项命令使得他的措施显得有点含糊不清，他不想因对无辜者加以伤害而受人指责。对这些无辜者并没有提出官府所同意的合法诉讼，而他又不能把那一大笔钱退还给外国人，那笔钱足够修一座漂亮的庙宇，还有余额。他终于决定给他们50金币，最多60，然后把他们遣回澳门。副长官把这笔钱交给利玛窦时，
利玛窦说他不能把所奉献给上帝的房子出售，而且他不愿在他自己人的面前显得如此滥用教团的财产，因为他们可以很有道理说他白白把钱挥霍掉了。再者，他坚持说拿600金币来换50金币，简直是桩愚蠢的交易。因此，就像是神意的指示，在交换住所这件事上，他决定不接受总督的任何东西。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所出的价钱，而为的是保留将来有一天可以恢复驻地的行动权。随后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个为保存或者不如说是为恢复整个事业的决定是很高明的。利玛窦第3次到总督府去，口头上以及用书面文字当着官员的面驳斥了流传的许多污蔑，并要求对总督表示要颁发的命令做出解释。他每次去时都被不客气地打发走，回答都一样，那就是拒绝总督礼物的人不配见他。这时挽救肇庆教堂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最后所做的努力是改变请求的内容，恳请官员们运用他们的影响，防止直截了当被逐出中国，而能得到允许去开辟另一个能够需要的驻地。广西省将是合适的，乃至江西省或者当局认为适当的任何地方。这一次总督大发雷霆，他下令把外国人遣返澳门的强制命令，并说他不愿再听到提起任何洋人或者有关传教士们的任何事。按照中国习惯，当钦差大臣视察完一省的政务以及地方官的声誉之后，在返回北京向皇帝报告之前，他们要向刚巡视过的省份的总督辞行。这种正式的拜访通常有盛大的仪式，随从成群。肇庆的总督可能疑心有对他不利的那种报告，决定在钦差离开时陪他向上游同行一段路程，以造成礼节和尊重的气氛。他随带所有的官员、文人和该城的警卫，江上布满了舟艇，两岸拥挤着观众，他们吹奏各种乐器，那声音之刺耳，正如整个盛况之悦目。神父们和几个朋友从教堂的窗户观看盛大的排场。正在他驶过教堂时，船只都转过头来驶向下游，这使神父们大为吃惊，也使大群观众吃惊。他们完全不明白这个行动是怎么回事。这时候，看吧，他们停留在我们的岸边，官员们走上岸来，神父们被这个举动惊呆了，赶快出去，按照一般社交和文雅的礼节欢迎他们。官员一行进了屋，观赏屋里的一切东西，图画、钟表、玻璃器皿，以及他们看来是新奇的一切东西。他们最喜欢利玛窦的博物馆，特别是他所收藏的欧洲书籍和中国书籍。当他们看完屋里时，他们就到外面走廊上去眺望江水。访问过程中，他们询问有关欧洲的各种事情，我们殷切地予以回答。访问结束了，至少看来是有关双方都极为满意。钦差从这里返回省城，总督则回到他的衙门。这样一次意外访问的恩典，使我们的朋友以及我们的敌人都断定驱逐令已经撤销。在教堂里的恐惧感觉让位给了安全感。确实，官员们甚至表示他们的祝贺，并且劝我们不要行动，等待总督公布最后的决定。看来似乎和平终于又恢复了。8月初，像是晴天霹雳，总督因钦差的离去而大胆起来，根据他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根据公道或正义，发出了判决。他把它写出来，以结束整个事件。这是一道发给地方官的强制性命令，把外国人尽快地从城里驱逐出境，遣返回国。这样做时，给他们60金币，作为他们房屋的代价，以偿付他们旅途的费用。副长官受派去执行命令，但他出自对神父的同情，不愿公布这个不幸的通知，就极力拖延。有一天，当他碰巧和总督在一起时，他被问到是否执行了交给他的对待外国人的命令。他回答说还没有。这时他的上司就大发雷霆，于是副长官招来他手下2名官员，并按法律程序在木板上贴出告示。这样一来，官员们别无他法，只好把判决通知给当事人，于是给我们3天限期离开肇庆省边境。
受到这个突然的打击，利玛窦就到长官的衙门去。副长官在那里极友好地把整个事件的记录交给他查询，记录写得很详尽，它包括神父们的申诉书、官员的回答，这一切都对利玛窦本人出乎意外地有利，并附有遣返的最后判决，内容大致如下：尽管利玛窦进入中国并无不良动机，而且正如应有的调查所表明的，他在这里时并没有违反国法，但他把他的本土全然遗忘，仍然甚属不义。他必须知道，一个人可以在他所选择的任何地方过宗教生活，但外国人在本省停留过久实为不妥，因此把他遣返本国并非不义或无理。至于他用于该教堂的那笔钱，我并不否认为数可观，但因钱是木化得来，所以实际不属于他所有。因此官员们给他作为返回旅途的这笔钱，即60金币，其中可从我的名下付出50，让他拿这笔钱离开。利玛窦在回答中说，关于钱的事他非常的感激，但他不需要这笔钱返回本国，他也不想接受教堂的这笔价钱。副长官方面倒并不坚持这一点。然后利玛窦问，可否把他送往别的省份去，而把他的同伴和财物留在肇庆。这个请求副长官欣然应允，竟超越出了他的权限。于是被这样做的希望所鼓舞，屋里的家具就被分掉了，有的留在肇庆，有的随身带走，但那简直是白费力气。地方官已经定下了屋里的一切东西，通知离开的教士说，官员为他们旅行所准备的船只只能到广州，不再往前走。利玛窦再返回去找副长官，后者通知他说，总督的命令必须照办，他不能加以改变。这意味着他和他的同伴都必须返回澳门。作为灵魂的牧师，最使神父们伤心的就是被迫把他们费尽心力挽救和培育的羊群交给四周的狂暴狼群了。大群的新入教者像孩子给父母送葬那样，哭哭啼啼地聚集在神父身边，这只有增加他们离别的哀伤。他们也悲戚地想到，他们正在把他们的宗教孩子丢下，没有老师来教导他们信仰的真理，也没有教父供给他们圣礼的精神食粮。他们自己得不到安慰，但不露出悲哀。他们极力使这些可怜的灵魂中充满希望，勉励他们在异教民族中坚持基督教，不忘他们整整7年中受到的教育。他们许诺在和平恢复后很快就会回来，再担负起他们留下来的传教事业。同时信徒们要取一尊救世主基督的像，放在一个新入教的人家里，他们将在那里聚会，进行圣日的礼拜。为了帮助他们回忆这些日子，利玛窦神父准备了一张教堂节日表，与按月亮盈亏制定的中国节日相对照。他提醒他们，在这些聚会时要共同祈祷，谈论神迹，并做其他这类虔诚的基督教礼拜，然后劝勉他们鼓起勇气来，并记住历尽艰辛而发展起来的新生教堂。命运就是如此。神父们出发前往河边的某个地点，在那里他们可以向他们即将分离的朋友们最后挥手告别。在这次悲切的离别中，神父们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既然他们没有放弃再返回的希望，所以他们必须跟所有的人都友好而不冒犯任何人。他们必须不仅不威胁或埋怨，而且反倒要求大家的宽恕，如果他们曾偶然无意得罪了什么人的话。然而有一点威胁也许并不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哪怕中国人中的持重者也都怀有一种忧虑，这些掌握了中国那么多情况并且被如此轻率地撵走的外国人，可能利用所了解的情况去损害或者甚至毁灭中国人的国家。事实上，即便我们的人，当他们发现我们在遭受那么多凌辱后却心平气和地离开时，也颇为仁慈地转化为同情和崇敬。唯一抢劫屋里贵重东西的就是当地的警卫官们，但当利玛窦从他们那里夺回这些东西，并且威胁说要向官府告发他们的行为时，他们惊吓之余才停止掠夺，送给了新信徒几件家具做礼物，他们勉强收了下来，剩下的则给了别人存放起来。
行李在船上安顿好，神父们上了船，船驶向城外不远处，那是和新信徒们约定碰头的地方。利玛窦临时在那里停船，在会见副长官时，把大门钥匙交给他，同时深深感谢他所给予的帮助，向他保证永远不忘他的善意。副长官再度把钱给利玛窦，但他再度拒绝收下。副长官问他们是否要签署一份文件，证明虽付了钱但拒绝接收的事。这事就这样做了，文件上还附有感谢总督的话，并请求他不要允许把教堂作为亵渎和无聊之用，因为他曾用于宗教礼拜。接着利玛窦就问副长官可否签署一份文件，证明他们不是因为犯了罪被驱逐出中国，而且在他们的拘留期间，他们过的是宗教恬静的生活。这份文件的作用在于打消那些需要知道真相的人所产生的遭到可耻驱逐的想法。他很情愿地照办了，还添上了对2位行将离去的人的颂词。他还自愿地写了一封信，禁止旅途中任何人干预神父们的事，或者以粗暴无礼的态度对待他们。结尾时，他以总督的名义向广州城的市长下令，供应神父们运输工具，并且派士兵把他们送到澳门。这一切办完后，利玛窦返回到他的同伴们和信徒们等候他的地方。这时，在一种希望受了挫折的哀伤之中，他们用简短和得体的告别话来安慰新信徒，带着所有在场者的良好祝愿和祝福，登上了离去的路程。天意安排在他们到达省城时，海军将领刚好外出，他要在1-2天内返回。这时神父们乘机去购买一些制作牧师长袍的料子。这次耽搁也使利玛窦有时间给澳门耶稣会的总视察员以及其他的人写信，说教团已经被总督赶出了肇庆，他和他的同伴将在2-3天内到达并报告详情。这一章节的正文部分结束，后续是我的感想。今天的章节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总督强占价值600金币的房产，却只给60金币作为差旅费，并美其名曰并非不义或无理。这种抢了你的东西还要你感恩的逻辑，是如何成为中国权力运作中的一套完整的自洽的道德修辞。这种操作看似给面子的补偿，本质上就是对暴力掠夺的艺术加工。这种暴力掠夺的操作直到今天的2026年，在中国还依然换个名词在继续，其暴力掠夺的本质并没有任何的变化。比如所谓的国进民退，其本质就是对民众财富的掠夺，是对私有产权的公然践踏。所谓的全民所有，就是某些人私有。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2卷第14章，在肇庆的最后努力和传教士的被驱逐。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